今天是9月9号，今天就是那个天啊，大家，你懂什么意思啊？什么天 ？Today is the day。啊，期待哟，期待哟！我跟你讲啊，这个人偶像包袱很重的。我跟他讲哦，你拿到新车哎，应该要拍什么东西嘛？哎，对了，我讲，哎，不要啦，等下人家讲我炫耀啊，不可以哦。这个是偶像包袱咩？我又没有很想要给全世界知道，就不用特地拍到好像哇，怕死人家不知道这样哦，只是普通买一个车吧嘛。哦，买一个车分享那个喜悦，不要啦，等下人家讲我秀哦呗。大家，我们平时正常人的偶像包袱是，哎，等下我这边会很丑啊，这边什么啊什么什么，他的偶像包袱是不要等下人家讲我秀哦。这是偶像包袱咩？这个应该是正常的嘛。没有啊，正常人都会很想要炫的，不是咩？我们今天呢，就是要去拿这一辆 Tesla 啦。大家，你们知道这个车哦是怎样来的吗？首先是他送来我这束花，这个花应该是在上一次我们拍 House Tour 的时候，其实有讲到了。我有看到 comment 哦，其实有人发现了了，他们有看到这个字。是哦，我这手就是我最近切洋葱的时候，整片指甲被我切掉，然后现在只剩下肉没有指甲。但突然讲这个指甲了，很痛啊！走了哦，11点了哦，我们12点要拿。我觉得要换 plaster 了，很像弄到水了。我们现在哦，就是驾车来到这个 Cyberjaya Tesla Malaysia， 好像是全部人拿车哦，都是要来这里拿的嘞。真的没？只有这边可以拿车吧？怎么今天你朋友没有来的？你的朋友不是很紧张，你要拿车没？这个问题也是很好笑一下。我买了车哦，我有4个朋友啊，比我还要紧张的嘛。每隔几天都问我几时拿车哦，我都不紧张，他们紧张，我不明白什么。关心你哦，我看到了，看到 Tesla 的招牌了。Yeah, let's go in. Woo! It's here. We are here. 应该是这边啊。Hello, I'm here to collect my car. Yeah. 我真美这个。哦，所以这个 ribbon 是全世界 share 的。哦，你们自己带那个 balloon 啊？哇，你们仪式感很有哎！你看我们就这样两手空空来。哦 ，OK。一进来就已经有 aircon 了哎。Aircon is automatically switch on 嘛？ Can you have a stick photo? 啊！要移车去中间那边拍照啊！他刚刚有问我，哎，你要驾吗？移去中间的话，我讲不要了，你驾先了。啊，撞到。哎，thank you，集体新车。谢谢。哎，thank you。啊 What should I do now? 啊！你懂怎样进 gear 吗？你看这边没有棍的嘞。懂，我弟弟也是有 Tesla 哎，我驾过好的其实。来进 gear 给我看。啊！新车上路啊，第一手是他家的。啊，看现在的网红，为了拍照啊，不惜一切的在大太阳底下，因为他要拍。怎样？你要姐姐走入场，像我这样子先。OK，come in。耶！我们拿到新车了。这样随便的咩？这样你先啊。欢迎大家收看全新一集的车评节目。这一辆就是目前最新的 Tesla Model Y 啦，那其实是我的车啦。我们也只有一辆车可以车评罢了。没有啊 ，MyV 可以拍啦，其实只是没有拍吧，好吗？啊。耶！其实应该也没有什么 surprise 啦，因为大家应该也是在我们的 IG 啊，就是 social media 上面看到我们有 post 我们讲买了这个 Tesla Model Y 啦，所以今天呢，只是简单做一个分享啊，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这个 Tesla 里面有什么不一样的东西，这样子而已啦。我们为了拍这个车评哦，特地驾车来这个Bukit Jalil Park这边。
而且哦，现在啊已经11点半了。我本来有在想哦，要不要特地试一下驾去云顶啊走走啊，然后顺便拍了，因为没有这样热嘛。等我们Judy Malaysia 的时候啦。这个东西哦，有人 comment 的嘛，哇，终于可以驾新的车去Judy Malaysia 了哦。可是哦，我应该不会驾 Tesla 去Judy Malaysia 了，因为哦，现在目前来讲呢，马来西亚还是很多地方啊，那个 charger 啊还很少。比如讲怡保哦，我上个星期回去怡保哦，也是蛮少一下。怕嘞，看到那电越来越少的时候。OK， 我们不要讲废话，我们现在哦，先从那个外表开始讲起啊。哒哒，我们买的是最 normal 的版本的灰色，因为这灰色不用加钱，不用加钱的就是香。是耶，它其他颜色哦都要加钱的，比如讲红色啊，红色好像是加11,000呐。还有一个最美的颜色，那个 silver 啊 ，Quicksilver 好像也是要加11,000的。总之哦，它不同的颜色呢都要加不一样的那一个价钱，有5000，有7500，有11,000。然后我们这个类是最 normal 的，不用加钱的那一款。而且哦，不只是这个颜色不用加钱的，我们的那个打压那个 rim 啊，19寸的呢也是不用加钱，20寸的呢就要加10,000还是11,000啊？是，都是钱啊，兄弟，所以要努力赚钱，耶！然后哦，我个人比较喜欢哦，就是前面的这一个灯，因为这个灯哦也是其中一个点，为什么我买这一辆车啦？因为蛮吸引我一下的，这个这样直的灯，我个人是蛮喜欢一下的。我没有看过它晚上的样子诶，其实。你都一直在里面，没有什么机会看。你等晚上啊，你晚上也在路中间啊，我在一拉过去撞你哦，你就可以看到了。哦，你要撞我啦！现在你连我车镜都可以看到清清楚楚，因为你贴在上面嘛。OK， 我们讲一下旁边哦。诶，要顺便没有，你要讲，当然要讲最重要的。我去开。哦，这前面叫什么啊？这个前面叫 bonnet， 是咩？后面不是叫 bonnet 咩？前面也叫 bonnet 的。随便啦，反正就是开来看罢了。哇，里面还有一个空位的，我可以进去嘛？应该是可以了，可是不要啦。这个东西哦很好笑一下的嘞，因为哦我上个星期我回怡保的时候啊，我就开来给我妈看呐，还有参观一下，然后到前面呢我一开哦，他就问，诶，没有 engine 啊 ，engine 在哪里哦？我讲没有哦，电车没有 engine 的哦，因为我其实一开始哦我也是不知道的，我也是因为看 video 啊，然后才发现的，哇，原来电车哦是没有 engine 的，所以它前面的 engine 没有掉哦，你就可以放东西哦。我在 online 看过有人就是把这边放那些汽水啊，放啤酒也好啊，然后我放那个冰块在里面，你就可以变成好像你去 camping 的时候啊，变成一个冰箱这样子。其实这辆车哦是蛮适合拿去 camping 的。这样要怎样把那水倒出来呢？这个问题就问得很好了，它下面这边哦有一个那一个盖子了，你把那盖子打开，那个水就会漏出去了。然后晚上哦你也不用怕看不到了，因为这边有一个灯了，你只要一开呢就看得到了。哇 ，high tech 哦！ OK， 我们看旁边哦。哦耶，这里就是我们的车的旁边，诶，其实还蛮高一下的嘞。有没有想过是你矮嘞？ OK， 我们的车的旁边呢就有一个很大很远的一个轮胎咯。然后这个 rim 呢是不用加钱的，是它的 normal 版本，不用加钱是最美的。可是我觉得真的最美啊，它就是黑色这样 plain 的。然后这边就有一个很远的 Tesla 的 T 咯。TS 啦，啊，你牙齿有口红哎。来。然后我讲到那一个 rim 的那个尺寸哦，我在 online 看呐，有人就是分析讲哦，如果你的那一个 rim 的尺寸啊越大的话呢，你的那一个可以走的距离啊就比较短一点点，因为那个 rim 大嘛，你的车哦就变得比较重一点，所以哦就比较吃电哦。可是我觉得 rim 大对马来西亚的路有一个风险，因为很多洞是吗？很容易就而且会爆胎。等一下哦，你们还可以看一下后面呢，这辆车没有 spare tire 了。哎，但这辆车呢是全方位都有 camera 的，360度的那个 camera 啊。哎，可是我觉得啦，讲真的啦，它有一样东西输买地的，就是它的这个门把。哎，这个东西啊，我上个礼拜回怡保啊。怎样？你妈妈是不是指甲很长的？怎样？我怕一下，你知道吗？因为我妈妈、我阿姨那些他们指甲很长嘛，他们要开这个门的时候啊，我一直在看哦，有没有刮这样啊？因为哦，通常啊，门把这些地方啊，都会比较容易刮花的嘛。它怎样开？它就这样 normal 开哦。可是它指甲这样长，我不会顶到咩？你看我们 normal 人啊，我是没有做指甲的。可是如果指甲长的话，你就会刮到啊。他们就慢慢开哦，所以这个门把的东西哦，还是要一点时间去适应啊。就算到现在啦，我驾了应该有差不多1个星期这样子啦，还是要一点时间去适应那一个门把。OK， 到你。哎，我觉得在讲我们车尾之前啊，可以讲一下这个东西。什么来的？这个就是插电哦，插电的地方，就好像我们车打油这样，它就是在这边的。怎样开啊？就是这样。
然后为什么它会自动开呢？其实整辆车它的那一个车锁匙啊，它是没有的，它只是一张卡而已。那一张卡呢，你就可以打开了的。可是如果你没有带那个卡，或者是你觉得那个卡很麻烦，要特地塞多一张卡的话呢，你可以 download 这个 Tesla 的 apps 它里面可以 link 那一个你的车的钥匙去你的电话啊，甚至是你的手表啊。所以现在变成那个电话或者是手表呢，就是你的车锁匙啊。很厉害耶！只要带电话出门就可以驾车了哎。现在我有时候从楼上要去车拿东西啊，我只是带一个手表这样，好像 Ben 10这样，带一个手表啊，我就可以出去了。然后比如讲门那些也是一样的，我走一靠近我就按就可以开了。这样会安全吗？应该是安全的。会被 hack 吗？你这个问题 Elon Musk 应该也是有想过了，应该不会这样容易被 hack。这样如果我们车被偷的话，我们可以找到它吗？可以找得到，那个 App 里面那 Tesla 也是可以看得到的。哦，就懂你的车在什么位置这样子啦。OK， 来看后面。那后面这一 part 呢，有一个很远的东西哦，就是它这一个车尾灯。它这个车尾灯哦，跟前面的那个车头灯是一样的，也就是这样一条线的。是咯。还有啊，最远就是 Tesla 那5个字了咯。这 Tesla 这5个字也是蛮帅气咯 ，TESLA 啦 ，Tesla 这样了。然后这个帅了，这个很重要一下。什么来的 ？Dual motor， 你懂 Dual motor 什么意思吗？什么意思？就是双马达，2个 motor 这样的意思。Dual motor 的意思呢，你就可以给人家知道哦，你的车是 long range， 然后是 4 wheel 的。因为如果不是 long range 4 wheel 的话呢，是没有这个 dual motor 的。这样我买 normal 版本，那我连 dual motor 下去不可以了咯？可以啊。车尾箱，车尾箱，车尾箱哦，一样的，跟那些车门也是一样的，带一个锁匙一按就可以了。哇，讲真的，我觉得它车尾箱很宽诶，蛮宽一下，我爬上去给你看一下。这辆车啊，这么讲它是很适合 camping 呢。这边呢有2个 button 的，只要你轻轻这样按下去呢，它就会平了啊！那个椅子就会下去啊，两边都可以。还有2个 button，一个 button 是左边，一个 button 是右边，然后你就可以这样躺下去了。或者你装东西啊，你有很长的东西要装啊，也是可以装得到。用 button 哦，不用推到半死哦。所以上回来也是一样哦，按一下就可以了。哇，这个很厉害，这个很厉害。然后除了那一个椅子会下来啦，其实后面它有很大的空间。首先可以讲一下旁边这2边，它有2个空间是给你放东西。可是我目前还没有什么放到很多东西啦，所以我还没有真的是完全可以用到它所有的空间。然后你以为只有这样吧？老师 ，No No No。哇，好厉害呀！可是其实我们 normal 车也有啦，我们 normal 车拿来放轮胎吗？不是咩？所以我就是讲你看它是没有 space 的，它的那个地方啊，全部就是拿来给你放那一个你的废物啊，这样子啊，就没有带一个轮胎咯。然后Tesla 会送你这个，就是那个有时候你车坏掉放那个三脚架啊，就连那些 first aid 的东西也是有啦，一些胶布啊、药水的东西、口罩啊都在里面。然后呢，这个东西我觉得我要比较详细跟你们分享一下，因为我目前就是有这个问题。这个呢，就是你买 Tesla 的时候啊，Tesla 会送你的那一个 charger， 就是放在你家在墙壁的那个 charger， 这样子有时候你回到家晚上睡觉的时候你就插住它咯，然后隔天早上醒来它就满了啦。可是现在因为我们在 KL 是没有住那个 landed 的嘛，只有 condo， 然后condo 呢我们就没有机会可以放这个 wall charger 在那个墙壁，变了呢这个东西我现在就废了，没有用到。然后我就想到我要打回去怡保啊，在怡保那边就是可以安在怡保的家嘛。可是怡保的那一个家 camera 是歪到这样。没有啊，可是怡保那个家呢的那个电不够，所以什么电会不够诶？我也是不知道，我忘记他讲什么了，弄什么1条线又3条线的东西啦。我的家好像只有1条还是2条大电在门口的，然后就做不到，要有3条的那个大电才可以。如果我知道的人就懂我在讲什么了，不知道的你就跟我一样了。每间家都是这样，还是只有你的家是这样？没有啊，其实可能是我的家比较旧啊，所以那个电没有 upgrade 到咯。可是你可以去 upgrade 的，你要去 TNB 那边申请，然后去填 form 这个那个这样，然后等 TNB 的人来 check 要看一下，然后他才慢慢去安装整个过程做到了差不多要1个月。Oh man！你才可以 upgrade 到那个电，你才可以把这个 Tesla 的 charger 呢装下去。不然的话就这样按到咯。这个是我第1辆后面会自动上下的车，我觉得很帅。这样我们可以讲里面了咯。Finally， 走。因为2边的门都一样的嘛，不用看了。Are you ready to see the inside? Yeah. Let's do this. Woohoo! 你看里面座宝那些全部都没有拆。我们为了拍这个开箱，所以不要拆先嘛。现在终于可以拆了。这是我第1次拆，我以前没有拆过。我要拆了啊！哇，哈哈哈哈！哟呼！哇，全新的座宝啊！这是新车的味道。哇，
很爽哎！而且这边也可以猜，等这一刻等超久了，怎样猜的？哎，嘉欣我不会。吔屎啊！ You're technical man 嘛 ，You do。Let's go in 哦。哇，你看，其实哦，做一个礼拜做到啊，已经穿洞了啦。就连这一个那个脚踏板啊。Tesla 我也放这到现在。其实哦，我也买了一些 accessories 的，比如讲那个脚垫啊、放电话的夹那些啊，可是还没有到。所以哦，目前来讲哦，这辆车里面呢是空的，完全什么 accessories 都没有。哇，可以吹冷气好爽。然后我有一个东西想讲，它外面有一样东西属 my V， 里面其实也有一样东西是属 my V 的，就是它的天窗。它天窗是完全没有的遮的嘞，就真的是一整片玻璃耶。而且在马来西亚就是那个天气超级无敌热的嘛，它的屋顶只有玻璃，所以你下午驾车的时候，你会感受到那个热气的。不过现在已经没有那个问题了，因为你粘到很黑哦。然后上面这个天窗呢，其实哦，原本还没有粘的时候哦。Tesla 有跟我们讲，就是其实它上面这边的那个隔热啊，它那个防 UV 啊，比第一代的那个 Model Y 呢有提升了7倍啊，没有记错的话好像是7倍啦。你让我 silent 一下我手表先。就是有变好了啦，那个隔热。可是我们马来西亚的天气你们也懂了啦，是非常热的嘛。不管它讲多少层也好，它讲18层也好啦，我们都是会另外再去粘这个顶灯的。这样粘了这个顶灯过后我现在是完全是不会 feel 到会热这样，因为真的是很黑，然后那个隔热真的是很不错。我不只是上面这边粘我前面后面全部都粘完那一个隔热。然后在这边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隔热膜在哪里粘的呢？我是去到这个 XPEL Malaysia 那边不只是粘隔热膜了，如果你连那一个车的身体的保护膜啊，就是我们讲的那个 PPF， 你想要去做的话呢，那边也是可以给你做的。其实你连那个 PPF 呢，就是去保护你的车。如果你今天走 highway 啊，还是你在哪里啊，突然间有石头有沙滩到你的车身的时候啊，你不会那么容易就受伤的那一个车，你的车本身的那个气也不会掉，你只需要撕外面那一层保护膜就可以了。就好像你电话的那个电话壳啊，或者是那个 screen protector 这样咯，有时候跌花爆掉啊，你才发现你一撕，哇，原来我的 screen 没有坏原来我那个电话的身体啊，那个气啊没有花，有电话壳保护住所以这个就是那个 PPF 的用处这样厉害哦！这样如果我挂到的话，我是要撕完整辆车，还是撕那一片就好？看你挂到哪一片咯。如果你是挂到你的 bonnet， 你就撕 bonnet 那一片；你挂到你的车门，你就撕车门那一片。可是你可以去选择你要粘哪一个部分的。你只是想要粘车头啦，或者是车头跟2个门啦，还是到那个门口后面不要粘这样子？因为这种 PPF 你是粘少就算少一片钱的，所以你就不用整个车都粘完了。可是这一次呢，我有粘完整辆车，为什么呢？因为要非常感谢 XPEL Malaysia， 因为这一次呢，我有跟他们合作啦，所以他们也 sponsor 了我一整套的这个 PPF。我的那个顶灯跟那个 PPF 呢，我只需要把车驾到去这个 XPEL Malaysia 放进去里面1个礼拜而已，整些东西就可以搞得完了，一站式的服务，非常快、非常方便、非常专业。至于优惠这一方面呢 ，XPEL Malaysia 有一个很特别的安排给你们。如果你现在也想去到 XPEL Malaysia 消费的话，你只需要跟他们讲你是 K 老介绍来的，给钱结账的时候呢就有 discount 了。这个特别的优惠呢，也是 XPEL Malaysia 特别提供给在看 video 的你所以记得，如果你真的想拿到特别的 offer 啊、特别的 discount 的话呢，去到 XPEL Malaysia 一定要讲K 老介绍我来的，你就可以有特别的 discount 了。所以在这边要非常感谢 XPEL Malaysia， 可以让我和你们呢都可以享有这样好的优惠跟这样好的服务。所以要粘顶灯、要粘 PPF 呢，就趁现在立刻去粘了。记得讲是 K 老介绍我来的我觉得有一个比较 man 的东西要讲就是它开门这一个 button 因为开门这个 button 它是不一样它是一个 button 就一个按钮而已。我讲的不一样是相比起我的 MyV 啊，因为那种都是这样开的嘛，这个你只需要按它就会开了，然后你就退。哦哟，然后这个它的 steering 呢 ，steering 很不一样的地方其实也没有什么不一样就 steering 也没有什么好讲的，最主要是这个东西咯。因为对我来讲，我是一个驾了一辈子 MyV 的人嘛，突然间有一个这样大的 screen 在中间然后前面这一边跑多快那一些就是完全在这边的，这边是完全空，所以很爽一下。突然间有一个这样大的 screen， 然后操控什么东西全部都在里面的，比如讲开灯烧水dashcam record 调镜子、调 steering 全部都在这一边。我觉得它很像 Apple， 就是又简单又智能。还有一个很厉害的东西就是我第一次一
拿到车的时候啊，我觉得很震撼我的哦，就是它的前面这一个冷气口啊，它这个冷气口哦，它是这样一条线而已的，那个冷气就在里面，你还可以调它，好像家里的冷气这样啊，左右自动摆。swing 啊，你可以给它 swing 啊，很厉害一下。然后哦，你要调它上下左右呢，也是在 screen 那一边这样拉上下左右这样就可以了。然后还有一个东西应该可以在这边 demo 给大家看一下啦。那当然啦，有 YouTube Music 啊，有 YouTube 啊，可是 YouTube 就是你走着的时候就是看不到的咯。然后哦 ，Tesla 的车是可以玩 game 的，可是我没有玩过，到现在都就是在这里了。你看啊，有一些不同的 game 咯，这些都是给你的空没有事做啊，你可以在里面玩，比如讲赛车的那 game， 你懂怎样玩吗？李伟正？怎样玩？就这样玩咯。哇！你打 brake 哦，你真的是踩你的 brake 的啦。哈啊，像你上一次踩着油啊？没有啊，就算你踩油，那辆车也是不会走的，因为你进了 game mode 哦，你踩啊是没有用的。哦，用车来玩哦。哎，我去看一下你的轮胎会转吗？没有，轮胎是不会转的。哇，太劲了吧！所以这个我是觉得一个很厉害的东西啦。可是哦，正常来讲啦，你是不会玩的。然后哦，有一个东西啊，是我之前啊一直不会开哦，特地去抖音啊去找我怎样开，就是前面这个放东西这一边，它那边哦是完全没有 button 啊，什么东西按啊都没有的。怎样开也是一样在这边，你一按这个哦，它就开了。哇！我平时踩就开了，我还要特地问在哪里啊？然后才按。要习惯一下咯。然后里面哦，其实啊，它的那个空间啊很小而已的。然后里面呢，它有一个 pen drive 哦。那 pen drive 有什么用？它就是连 dash cam 的那些 video 啊，它全部就会 save 在里面了。还有一个很厉害的东西，可以 charge 电呢，而且是无线 charge 电呢，完全不用放线的。而且它不止 charge 一家电话，是 charge 2家。这边应该就不用什么讲啦，就是很 normal 啦，空间很大咯，可以装你的粒粒大大的东西，蛮大的我觉得。这边呢就可以装你的水壶哦，and then 这边呢，哇，这边要装什么？这边更深啊，所以哦，这个空间是非常大的。这边里面呢，我不懂你们看不看得到啦，就有那一个可以插呢过电的东西啊，就插下去了，那个圆头的那东西就插在这边哦。然后如果你要 Type C 的头呢，刚刚这里哦有一个，所以你可以在这边插电。哇，也太隐秘了吧！然后我已经有买了一个 accessories 啊，它是可以从这边哦接那一个电上来这一边哦，然后你就可以有2个 cable 在这边可以拿来 charge 了。所以如果有时候哦你要一边按电话又一边 charge 电的话呢，你就可以拿那个 cable 咯。如果你放那边哦，你想要按又想要 charge 的话，你就按不到了。接下来这个椅子的东西呢，就给你来讲了。这个椅子厉害的地方呢，就是买 Vimeo 的，它会出风。你很热的时候啊，你生气的时候啊，你就需要这个东西。比如讲现在啊，呀。它出风的意思呢，就是哦，这个椅子啊，你可以调。比如讲现在哦，很热的情况下呢，你就可以按它出冷风啊，它的冷气哦，就会从这个椅子里面散发出来。相反的，如果你现在很冷的话，你想要有一点温度热一点的话，你就按那个热度给它出来咯，就是这样简单。呀。然后至于这一个 screen 呢，它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呢，就是你可以自己在里面呢去 subscribe 那个 data 了。也就是说，如果我今天啊，我的这一个电话没有电啊，或者是已经是没有那一个 data 了的话，它自己本身呢还是有那个 data 在跑的。你 subscribe 的话，每个月好像要给36还是39块啊，多少 gig 呢我就忘记了啦。但是呢，它是足够哦，让你可以看 YouTube 啊、听歌啊、玩 game 啊，甚至是那个导航呢都可以用得到的。如果你不要去 subscribe 哦，也是没有问题的，你就上车，然后自己去开那个 WiFi 那边呢，要接你的那个电话的 hotspot 哦。可是我觉得这个方法呢是省钱，可是哦蛮麻烦一下的。可是有一个东西呢，可能有些人不知道，如果你不 subscribe 那个 data 的话啦，它听歌啊、看戏啊全部做不到。可是哦，它那一个导航呢，依然还是可以用得到的。它是不能 connect Bluetooth 的，而且还没有 Apple CarPlay， 所以如果你要听歌的话，你一定要用 Tesla 自己的那个 apps， 就是 YouTube Music 跟 Spotify 啦，我也是只懂这2个而已啦。然后好像就没有然后了。可是我要讲一个重点，它这个 screen 啊，它的导航哦不能用 Waze 啊，它是用 Google Map 的，所以里面哦，我觉得那个 Google Map 啦，如果你是用习惯的话是 OK， 可是如果你是一个很常用 Waze 的哦，你突然间要用这个 Tesla 的 Map 嘛，有一点难，所以这个东西要去熟悉咯，熟悉了过后呢，应该也是 OK 的啦。然后就是这一个要特地讲一下的这个灯，这个灯哦，下午可能会比较难看到一点啦，加上哦我已经关掉了，因为下午哦难看到嘛，灯开来这么累浪费电，所以我就只是 set 它晚上的时候才看到了，所以你们就可以看到咯，这个就是晚上的时候我播歌，然后那个灯呢会跟着那个音乐在那边咚子的啊，也是可以自己调的。然后呢，现在哦我来 try 一下啦，其实加电池
车哦，它跟驾普通的那种油车啊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这个呢是我驾了电车过后我才知道的。第一个最重要的呢就是它那一个脚踏板啊，那个脚踏板哦，它不像是我们普通的那种油车，普通的油车哦，我们脚放完了，它是会走的嘛。电车哦，你脚放完的话呢，它是会停下来的，会 break 的。然后剩下的那种驾车的性能的东西啊，都是其实差不多啦。因为如果你一开始买一个新车，你驾呢肯定是哇，好像不一样这样哦。可是你驾久了啦，应该也不会觉得那个差别太大了。我那时候我从 KL 我驾车回怡保嘛，我在那个导航我有 set， 然后它就有 show 出来 ，OK， 你到怡保呢，大概用一个40%的电，回到去怡保呢，可能就剩那个34%。然后我就正常驾100、120这样呢，它就写哦，回到怡保呢。还有40%，可是如果我加140这样哦，它就会跌39、38这样子。电车呢，你加越快呢，它就用电越多咯，跟油车一样啊，加越快就用越多。可是不懂为什么啦，加电车的时候哦，还是不敢踩太快啊。迈锐我就不怕，我还可以再踩一下。当然哦，油站到处都是嘛。是哦，这个就是目前哦，我觉得马来西亚还可以再进步的地方啊。可是我觉得已经很厉害了，因为比起1、2年前哦，真的是没有什么charge到现在，连我们家condo楼下都有。像我们现在哦，讲一下我们车后面。哇，好多垃圾啊！这个是刚刚撕的。OK， 这一个呢就是我们车的后面啊。其实哦，我觉得这辆车啦是坐哦舒服过驾的，因为后面哦很宽的。它前面这一边啊，那个脚你看那个位置，我看人家拍是这样拍，你看啊。哇啊，专业啊，你看。呀，有3个手指的宽度。然后后面这一边也是有这个灯哦，就是我刚刚讲那个跟着音乐会放的那一个灯。我觉得有一个东西很厉害的哦，就是这个车呢，它后面哦有这个 screen 在这边，我觉得是很神奇的。你可以在这边调你那个冷气，它是这样用手指哦推那个方向哦，你就可以 feel 到它冷气有在吹你啊，这样子啊。哇，这样我们现在后面有冷气啊哦。那讲以后你在后面咯。然后后面也是你可以控制那个音乐啊，你要它换歌啊，还是 pause 啊，也可以调。然后除了音乐哦，你还可以在后面这边啊看 YouTube 啊、Netflix 啊那些东西。我觉得它有一个很神奇的地方啊，是如果你在后面看 YouTube 啊那些哦，你可以把那个声音啊只是集中在后面而已，前面哦是很小声的。这样前面听什么？前面哦就没有东西听了。你移的是整辆车有你在看着的那个 YouTube 或者是 Netflix 的声音，或者是后面一半有而已，前面就没有声音了的。这样这辆车还蛮适合请阿嬷的。阿嬷啊，我咯。是不是坐后面很爽？你会不会坐后面？你不要后悔哦，我一定坐后面的。然后后面出来看戏哦，也是跟前面一样可以玩 game 的。可是这边玩 game 哦，你以为好像很辛苦，这样是要在这边按，其实不是的。如果你有比如讲 controller 啊，你可以用它的 Bluetooth 来 link， 然后哦，你就可以这样坐住用那 controller 来打 game。它不只是后面这边可以 link Bluetooth 啦，前面那一个 screen 你要玩 game 也是可以 link。我觉得这个就是我这一次这一个新买的 Tesla Model Y Long Range 的一个简单的 review 跟一个开箱给你们看啊。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有 Tesla 的人了，纯粹是想要跟你们分享这个喜悦。然后我觉得这个车真的是很不错啦，做得很开心啦。所以大家如果你们有什么想和我们分享，有什么建议啊，还是有什么问题的话，都可以留言跟我们讲。然后我觉得整家都是要讲一个最重要的东西啦，就是真的是谢谢大家一直以来看我们的 video 啊，或者是 support 我们啊，无论是在 Facebook 啊、YouTube 啊，还是 Instagram 啊。这么说很累啊！我换一只手可以吗？做 gym 我压死啊嘞！